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优酷独播，白鹿王星越4搭古装大剧《唐宫奇案之轻雾凤鸣》未播先火，双强联手共破奇案，又有好剧看了。15年了，他们回来了。上元夜宴，宁远公主嘴角含笑离奇身亡，手中紧握一枚血染玉舍。这句遗言像一把钥匙，撬开了大唐宫廷尘封15年的秘密。谁能想到，一场公主之死，竟牵扯出连环诡案、灭门冤案，甚至直指皇权最深的阴影。白鹿和王星越的第4次合作，让 CP 粉们彻底沸腾。从前3次的意难平、周生如故、宁安如梦、玉楼春，到这次《唐宫奇案之轻雾凤鸣》中成官配，观众戏称4搭直接锁死。戏外，两人在综艺里互对递水，吐槽又爱又恨的相处模式，被网友调侃是亲人是同事。但剧中他们的角色关系更具张力。白鹿饰演的李佩仪室内夜局女官，高马尾、红衣执剑，打戏行云流水，被网友称为大唐女版锦衣卫。而王星越一改往日痴情男配形象，化身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白发造型搭配窥天探心的推理能力，文武双全的设定让角色充满神秘感。剧集以单元案形式推进，每个案件都浸透中式恐怖美学。例如壁上花案中，宫墙每隔3日浮现血色牡丹，妃嫔随之疯癫；即时密文案里，喜轿中的新娘竟成穿着嫁衣的骷髅，而婚礼吉时与15年前李家灭门时刻完全相同。这些诡谲案件并非单纯猎奇，血手染窗、灵幡纸钱、铜铃鬼阴等意象，实则隐喻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例如冥婚案批判殉葬陋习，医术垄断案则展现女性打破性别壁垒的挣扎。导演尹涛代表作《锦衣之下琉璃》此次大胆融合悬疑权谋与中式恐怖，剧组斥资复原唐代建筑，如含元殿、太史局军案古籍1比1复刻，连群演手中的灯笼纹样都考据严谨，道具细节意见匠心。萧怀瑾推演的星图参照敦煌古籍，案件中出现的浑天仪星盘则考证自新疆阿斯塔纳墓出土的唐代天文壁画。视觉上，红黑色调对比既展现长安繁华，又暗示宫廷暗流。先导片中红衣鬼新娘意象在短视频平台引爆2创，而翻面吻危机吻等名场面被赞为武侠式浪漫天花板。剧集未播先热，但也伴随争议。姚安娜因列兵中的演技质疑，引发部分观众担忧。戴露娃饰演的甜宠支线被批评挤压主线推理空间。此外，单元案件虽环环相扣，但有观众认为主线推进缓慢，看了10集还在查公主之死。尽管如此，优酷站内预约量破200万，先导片播放量达9.2亿的数据，印证市场对这部剧的超高期待。观众甚至自发参与案件推理，有人通过星盘推算7星错案时间线，有人对比唐代天文记载验证萧怀瑾的推演逻辑。剧中最尖锐的质问来自7星错案，越大的权，越能让人闭嘴。但沉默能掩盖真相吗？这句话不仅指向剧中皇权对真相的压制，也折射出创作者的表达野心悬疑之外，更欲探讨权力与个体的博弈。当李佩仪为父翻案闯入权力中心，萧怀瑾以星象暗喻帝王罪行，他们对抗的不仅是凶手，更是整个沉默的体制。这种设定与近年《梦华录》《莲花楼》等爆款剧的女性觉醒一脉相承。但唐宫奇案更进一步，它将批判矛头直指皇权结构本身。或许观众追剧时真正想看的，不仅是案件如何破解，更是那些被权力掩埋的真相，如何被小人物亲手揭开。当结局揭晓，幕后黑手竟是最不可能的人，我们是否也会反思，现实中又有多少真相曾被合理的沉默所掩盖？